不是1999和谁联动？刺客信条。一开始看到我确实觉得蛮震惊的，但仔细一想，嘿，您还别说又很合理，毕竟都是在各个时代来回穿梭，算是比较有共同点吧。大家好，我是新一魂，本期视频就简单给各位9的玩家介绍一下刺客信条系列，顺便阐述一下我个人对重返未来1999与刺客信条联动的猜想。刺客信条是育碧制作发行的动作冒险游戏，我们将在不同时代扮演阴影之中的刺客，与历史上的知名人物谈笑风生，暗中推动那些改变时代发展的大事件。在刺客信条系列的世界观中，人类文明崛起之前，有个高度发达的医术文明。医术人拥有独特的山螺旋 DNA， 让他们拥有超乎寻常的力量与智慧，但也导致他们的生育率极其低下。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空缺，他们以自身为蓝本创造了人类。然而在一场超级天灾中，医术文明几乎毁于一旦，人类文明反而活了下来。极少数幸存的医术人开始引导人类重建家园，但由于医术人生育率低下的原因，医术文明终究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同地区遗留的医术文明记录也逐渐演变成各式各样的原型神话，属于人类的时代就此开始。随着文明发展，人们发掘出了医术文明留下的强大神器，有人想用它们创造绝对的秩序，有人则为了自由而反抗。这两个血脉相近、理念相反的群体展开了跨越历史长河的斗争，形成了之后的圣殿骑士团与刺客兄弟会。就像1999中重塑之手与圣罗浮基金会一样，双方的成员不断更迭，理念却从未变化，和1999招牌的时代穿梭类似。刺客信条系列最大的卖点也是对各个时代的高度还原，甚至被称为旅游模拟器。但不同于1999中的人们因为暴雨被迫回溯到过去，刺客信条系列对历史的探索都是有意为之。通过和人工梦游装置相似的基因记忆回溯系统 Animus， 人们可以读取血统中传承的记忆，像 VR 游戏一样体验先祖的人生。但前提得是拥有医术血统的混血人类，和1999中神秘学家的定位差不多。聊完了刺客信条系列的大背景，咱来看看这次联动的2部作品。首先是刺客信条2，故事发生于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主角名为艾吉奥·奥迪托雷，原本只是个喜欢打架撩妹的富家公子，经历意外变故后继承了父亲的刺客身份，在其他刺客前辈们的引导下，逐渐蜕变成为为公益与自由而战的刺客大师。其中2代的经典配乐更是成为全系列通用的代表配乐，同样是本次联动 PV 所使用的音乐。而另一部联动的作品《刺客信条：奥德赛》则一口气回去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探寻2大组织的诞生与医术文明的传承。主角卡珊德拉是全系列主角中医术血统最为浓厚的超级混血种，这赋予了他接近半神的超凡力量。接过永生权杖后，更是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守望者，一直从2000多年前活到了现代。介绍完刺客信条，快聊聊这次联动会是怎么样了。角色方面，作为首次大型联动，我觉得最有可能时段自然是艾吉奥和卡珊德这2位主角。艾吉奥是一位精通各种刺杀技术的大师，如果时装进9的话，也许会是对残血敌人额外增伤收割的爆发输出角色，或是揭示弱点提高伤害的辅助角色。另一位卡珊德拉更是重量级啊，他精通射击、刺杀、搏斗，还有各种神技加持。如果时装的话，多半是一位力大装飞的主 C， 也可能是靠伊甸神器提供各种增益效果的辅助大爹。这2位时装估计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定位，但应该能有互相配合的机制设定，一个 C 一个辅助岂不美一滋滋啊？但是2个现在就更好了，上阵直接嘎嘎乱杀，给其他人带来一点小小的刺客震撼。嘿，小子，医术科技。至于角色属性方面，我觉得艾吉奥作为一代刺客大师，兄弟会领袖，怎么也是个智属性角色。卡珊德拉的话，佣兵这种打打杀杀的感觉应该是个兽系，超级血统加上远古科技又像个新属性，还有他对大地之母的信仰，炎属性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倒也不重要啦，具体看深蓝怎么安排啦。而除了这2位之外，估计还有一些以低星角色实中的次要人物，比如达芬奇，这位现实里头衔都到猎魔王的全能天才，也是刺客信条2中的重要 NPC。身为大发明家的他，不仅靠阿泰尔的手稿改良了袖剑，甚至设计出了人力轰炸机和中世纪坦克，谁看了都要说一句离谱。估计出了应该也是个辅助型角色。考虑到9的各种意识唤醒者也是一大特色，说不定还会让一些关键物品变成自己角色或者皮肤，比如2代的伊甸苹果，看起来就和 Apple 先生很有缘分。虽然伊甸苹果并不是真的苹果，但给 Apple 哥换一身精装也不是不行。凯哥说不定也会对刺客的兜帽长袍以及传奇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的战矛感兴趣，而卡姐的猎鹰伊卡洛斯说不定也会觉醒灵智，成为皮克勒斯那样的神秘学家。当然还有足以代表整个系列的暗杀武器袖剑，正好这2部作品对袖剑都有特殊的意义。奥德赛的第1部 DLC 就叫做第1把袖剑的传承，顾名思义，讲述的就是袖剑的诞生。2代中的达芬奇完成了阿泰尔对袖剑缺陷的改良，让之后的刺客们免于被切掉无名指，也是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深蓝加入袖剑这个系列代表，我觉得也非常合理啊。聊完了角色，咱们再来盘一盘这次的联动剧情会如何展开。核心点在于如何衔接2个作品的世界观。前面介绍了2部刺客信条作品的背景，分别是15世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和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虽然
9尚未回溯过20世纪之前的时代，但人工暴雨的设想已经带来这种可能性。第二种方式则是之前许南那种桃花源记式的邂逅，这种展开方式相对来说没什么限制，故事也比较独立，很适合与其他 IP 联动的时候使用。特别是1999本来就有充满古希腊哲学气息的数字岛，而卡塞德的亲生父亲正好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说不定会产生什么奇妙的关联。第三种办法则是依靠医术文明留下的遗迹，其中往往封存着各种超乎想象的神器。由于遗迹大多有高度隐蔽性，放进1999世界观也不会很违和，也让维尔汀有充分的调查动机。第四种办法则与人工梦游差不多。前面说过，阿尼姆斯可以读取特殊基因序列中遗传的记忆，让使用者可以像 VR 游戏一样亲历祖先的人生。或许拉普拉斯克算中心根据这个原理，直接给人工梦游装置加点料也不是不可能。尤其是从联动 PV 来看，维尔汀所经过的场景既有佛罗伦萨风格的圆顶教堂，也有古希腊风格的多利克柱式，之后象征时代数字倒转的视觉表现，更是与2代中阿尼姆斯加载虚拟场景的过程如出一辙。再结合雨滴倒流和维尔汀最后收起伞的行为，这次很可能并非由暴雨回溯时间，而是模拟了一段并不存在的交错历史。唯一的问题是，阿尼姆斯的使用者只能是拥有医术基因的混血人类，而维尔汀显然不太可能满足这个条件。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次会有一位结合了双方世界观的原创角色，比如拥有医术血统的神秘学家，由这位神秘学家的血脉开启刺客信条的故事？想想就很有意思啊！深蓝快端上来吧！总而言之，这次1999和刺客信条联动确实让人相当期待。这两部作品不仅都以历史为舞台，用极具特色的美术和音乐向玩家呈上视听盛宴，更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审视整个时代，通过多个小角色的故事来描绘不同的文化底色。这也是刺客信条系列经久不衰的核心原因，也是我们对1999的未来期望。希望各位9的玩家们也能感受到刺客信条的魅力。最后就用一段刺客组织的信条作为结束吧。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